大家好，欢迎来到斑马可可 AI 频道。这一期我们要一起穿越时空，感受感受 AI 的三次浪潮。AI 是一夜之间变聪明的吗？不，它经历了70年的风雨，三波浪潮，每一步都充满了突破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曾经获得怎样的成就，遭遇过怎样的寒冬？每一次浪潮都是怎样的契机形成的？他们又各自面临怎样的待解难题？今天我们将一起穿越这三波浪潮，看看 AI 是如何从规则驱动进化到情境适应的。故事要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说起。这场会议被誉为是 AI 的诞生地，参与的科学家们后来都成了 AI 领域的传奇人物。当时计算机的表现让人震惊，它能解数学题，它能证明几何定理，它还能学习外语。科学家们信心爆棚，预言20年内就能造出完全智能的机器。于是 DARPA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机构疯狂地砸钱。英国和美国的高校纷纷成立了 AI 实验室。换句话说 ，DARPA 这个机构就是目睹并参与了整个 AI 发展的过程。AI 的三次浪潮这个概念就是由 DARPA 的技术办公室主任 John Launchbury 在2015年提出的。在达特茅斯会议之后的20年时间里，人工智能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符号逻辑被用来定义思考逻辑，成为主流。但现实真的是这么美好吗？在70年代，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意识到他们低估了 AI 的难度。某些算法只能解决狭窄领域的问题，计算能力也不足以支撑发展，以至于无法兑现当初的诺言。于是 AI 的资金减少，并且受到了诟病。这就是 AI 的第一次寒冬。不过大家还是非常积极热情地继续投入研究。此时，第一次的 AI 浪潮 （Handcrafted Knowledge） 手工知识时代就开始了。它的典型代表是专家系统。人类把一些适合计算机的规则，比如决策树，告诉它，计算机可以研究这些规则。专家系统的代表例子有物流调度程序、下棋的游戏软件，还有 TurboTax 这类规则明确的报税软件。这些系统逻辑推理能力良好，能够在比较狭窄的领域进行推理，但没有学习能力，对于不确定的处理也很差。尽管这些理论和系统出现在70到90年代，它们今天仍然在一些领域，比如网络安全当中被应用。然而，这一时期的技术还不够好，无法超越人类对于 AI 的高度预期。20世纪80年代，商界对于 AI 的迷恋经历了典型的经济泡沫模式。随着数十家公司的倒闭，商界开始不看好人工智能。20世纪80年代末，战略计算计划大幅地削减了对人工智能的资助。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新领导层认为，人工智能将不是下一波浪潮，并将资金用于似乎更有可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项目。截至1993年底，已经有300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倒闭、破产或者是被收购。人工智能的这波商业浪潮宣告结束。AI 的产业、研究和声誉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深陷了第二次的寒冬。这次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区别，可以举一个例子。在2004年自动驾驶汽车的比赛当中，大家在想如何把技术融合在一起，让汽车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沙漠行驶150英里。但是在2004年的挑战赛当中，所有的车都失败了，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他们甚至没有办法行驶超过8英里。事后检查原因是因为视觉系统没有办法区分前方的黑色是黑色的阴影还是黑色的石头，汽车不知道是应该避开它好，还是应该越过它，所以一直做错误的决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比赛的画面。
在第二届的公开挑战赛，也就是2005年，5辆车完成了整个比赛，因为他们开始使用机器学习，用概率学的技术来处理信息。这也是第二波 AI 浪潮的典型代表。第二次浪潮 （Statistical Learning） 统计学习时期，工程师为特定的问题创建数据模型，并用这些模型来训练大数据。这次的浪潮当中也有3个小阶段，包括了机器学习、Hadoop 大数据以及深度学习。这些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语音识别还有人脸识别等系统。AI 通过拉伸和压缩数据空间，将复杂的数据分开。比如，神经网络就像是加强版的电子表格，通过层层的计算，最终区分出猫和狗。这种系统非常善于感知自然的真实世界，能够区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或者是区分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它也非常善于学习，给定一定的数据集之后，机器就能够很快地适应和学习不同的情况。它的弱点是抽象和推理能力都很弱，没有办法将一个领域的知识应用到另一个领域。这些系统细微的能力能够分类数据，还有预测结果，但是没有办法理解发生的背景环境。它们被用于监控网络攻击、共享电磁频谱，甚至让船只自主航行，或者是自动驾驶。但这也有缺点。AI 可能会给图像贴上错误的标签，或者是在训练数据不均衡的时候产生偏见。还记得微软的聊天机器人 Tay 吗？微软曾经在2016年3月的时候，在推特平台推出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Tay， 但在推出1天之后， Tay 开始有了一些种族歧视之类的偏激言论，使得微软不得不暂时关掉了 Tay 的推特账号。在第二次浪潮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挑战，这告诉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些简单的计算，于是就有了对第3波浪潮的需求。第3波 AI 浪潮是 Contextual Adaptation 情境适应的时代。AI 不再只是计算概率，而是开始理解世界。比如，它不仅能够识别猫，还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是一只猫。在第2波的浪潮当中，我们如果去问计算机为什么认为这张图是一只猫，假使计算机会说话的话，它会说：“我做了统计学的计算，在计算的最后的结果显示，猫的概率是最高的。”这个答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们会希望系统能够对我们说，它有耳朵、有爪子、有毛、有尾巴，还有其他的特征。我们希望这些系统能够像人类一样的理解事物。此外，与第2波 AI 需要成千上万的训练数据不同，第3波 AI 只需要1-2个例子就能够学会了。比如 AI 可以通过手写模型快速地识别数字。第2次的浪潮当中，一个手写识别的项目，你可能需要5万个例子，甚至是10万个例子，才能够让它训练得足够好。假想全世界的爸妈要教小孩5万次或者10万次如何写一个数字，那全世界的爸妈都会崩溃的。很显然，人类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我们可能只需要1-2个例子就可以学会了。所以我们需要探索如何通过1-2个例子进行训练。例如，通过一个模型来描述手写体，这个模型描述了手在页面上的移动方式。然后，当我们给它一个字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你如何写0、1、2的方式。所有的这些例子让我们认为，第3波 AI 浪潮当中的系统将能够构建情境模型，感知世界、推理决策，甚至是处理模糊的问题。它们将结合第1波的逻辑，还有第2波的学习能力，迈向真正的智能。总之，人工智能经历了3波浪潮。第1波是手工知识，仍然很有意义、很重要。第2波浪潮现在已经成为主流，比如人脸识别，
它和统计学习有关系，是基于数据的训练系统。但这两个系统和两个浪潮本身还不够，需要将它们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就遇见了围绕情境适应的第三波浪潮。三波浪潮每一波都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当然，除了这个版本，还有其他版本的三次浪潮的定义。有些人是把50年代开始的符号逻辑为代表的时期定义为第一次浪潮，而 John Launchbury 是从专家系统这里开始算的。我个人会倾向于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合并为4次浪潮。未来这些技术的结合将会使得 AI 更厉害、更智能，而我们正站在这个未来的起点。AI 的第三次浪潮会走向何方？是迈向终点，还是掀起下一次的革命？未来的 AI 会如何颠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共同期待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